饶了我吧！我再也不干了！别打了！皇上，皇上无事吧？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？怎么会有刺客呢？皇上无事吧？皇上无事吧？回皇上，幸好箭伤不深，只要按时换药，很快能好起来。朕无事，你们都别在这跪着了，都下去吧。叫傅恒过来。是。皇上，查得如何？奴才先押了数位不利的围场官员，也在抓紧彻查此事。现已散了人，在围场内外广泛搜捕，只是暂时还未能寻得刺客的踪迹。有何线索？按奴才初步所查，基本可判，刺客以野马引诱皇上入林，暗中释放冷箭，亦应是两名刺客配合。一人不中，一人再射，但刺客布置不周，连续不中便仓皇逃入林中，所以未能查得踪迹。这野马桀骜难驯，为何如此机巧？那片林子偏僻，灌木上一路涂上了母马的体液，野马便一路被引了去。不只是野马，就连皇上的坐骑亦受影响。凌云彻替克平遛马。克平的马是母马，难道也受母马的气味，引着去林子里？这个奴才也查过了，凌云彻是被打发到那里替克平娘娘遛马的，确实是误打误撞。皇上放心，奴才会再抓紧彻查此事。谁要害朕？谁要害朕？谁要害朕？皇上您做梦了，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是不是腿疼啊？药劲儿过了，臣妾让太医进来给您换药吧。不了，朕的身边连一个可信的人都没有。连来到木兰围场，都有刺客要行刺朕。皇上身边有忠臣孝子，刺客害不了您的。忠臣孝子，忠臣孝子。来人！傅恒何在？傅恒大人为皇上彻查围场行刺之事，出去巡逻夜访了。凌云彻呢？凌侍卫守在帐外。好，传朕旨意，凌云彻护驾有功，就封为御前2等侍卫，日夜戍守朕跟前。是。皇上，傅恒大人巡查了1天。也没找到刺客的踪迹，这事儿也有蹊跷。怎么说？野马前几日便出现在围场，今日又出现在皇上面前，也算是巧合。傅恒查过，这林子偏僻，灌木上涂了母马的体液，引得野马追了过去。这倒是阴毒。
野马引皇上进的林子里又有暗箭，暗箭上并没有毒，说明刺客并不想置皇上于死地。又或许，刺客想要一箭取了皇上的性命。你说的极是啊。朕也觉得奇怪，这释放冷箭者，明明在不远处，怎么会无迹可寻呢？自从朕登基以来，民心虽然安定，但总有谋乱叛变者。你的话朕先听着，等傅恒回来再查。是，皇上，臣妾还是请太医给您换药吧。永琪，你是真这样看见的？的确是四哥独自先进了树林，而臣在看见皇阿玛的时候，他已经倒地了。昨夜，永琪和臣妾说了这件事，臣妾心里就觉得不安。怎么偏偏就这么凑巧，四阿哥刚好在旁边，就救驾了呢？另外，傅恒这么快就找到了刺客的尸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怕皇上责难，所以胡乱应付的。若是如此，也是寻常。如今刺客的尸首也找着了，若是没有明证，这事儿还得先压一压。皇上正宠着永臣呢，如果我们去泼冷水，难免让永琪落得个嫉妒兄长的罪名。臣妾也觉得，永琪在这件事上的处境略微尴尬。四哥现在很是得意。得意好，得意容易失了分寸。咱们且看看这事儿怎么发展吧。就你最愿意陪着哀家，心也静。皇祖母不嫌孙儿愚钝就好。进了吧。奴在请皇太后安，请五阿哥安。起来吧，何事？木兰围场进献了数匹刚驯化的野马，养如御苑。皇上请五阿哥过去。年轻人喜欢这些，去吧。那孙儿就先告退了。好马。这些驯马师也真是无用，草原上的马再烈，打也打服了。听说诸位阿哥们都善于狩猎，若是这马驯不服，一箭射死也便罢了，是这样吧？影娘娘这话便差了。野马虽然难以驯服，但若是都一箭射死，哪还有好玩的供给宫里啊？四阿哥的意思是，你能驯服得了这野马，是吗？草，鱼，乖，来，乖，听话。四哥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四阿哥真不错，还真有皇上平定天下、驯服四海的模样。如常啊，这野马倒是很听你的话呀。乖。皇上，这野马的脾性，四阿哥是最为熟悉的。听话。每年秋显之时，四阿哥都会亲自来木兰围场，喂养那些新驯的野马。围场进贡的这些野马，听说连最好的驯马师，也得训很长时间。听话，乖。吃点。永成，站在那儿做什么？快回来！
永成在那喂马喂得好好的，你叫他回来做什么？是，臣妾怕他被马伤着了。凌云车，微臣在。你说永成每年都会到围场跟野马亲近是吗？是。微臣在木兰围场当差的那段时间，曾经亲眼所见。后来陪皇上骑马打猎，也见过几次。四阿哥，真是天赋异禀，常人难以企及啊。乖。乖，驾，驾。凌云车，微臣在。当日在木兰围场，你救朕的情景，你可还记得？如此情急之事，微臣当然记得。四阿哥和五阿哥及时救父，实在是英勇。他们英勇？是。五阿哥用血肉之躯，替皇上挡住了发了性子的野马，是奋不顾身的。而四阿哥也实为敏捷。微臣记得，当时微臣在林子里遛马，无意中看见皇上一进了林子，四阿哥便跟了进来。微臣想，他可能是在找您吧，所以皇上一遇险，四阿哥便出现了。永成就这般扣得准时机？主儿怎么了？自从御苑回来后，您就一直愁眉不展的。一心想永成出挑，可如今又怕他太出挑了。他怎么能表现出对野马习性的熟知呢？皇上最是疑心，如今对永成也不如从前那般喜爱了。您别太担心了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永璇呢？永璇在哪？不是在偏殿睡觉吗？你看我，不行，光一个永成还不够，永璇也得讨皇上喜欢。本宫的3个皇子里，必须得有1个是太子才行。那你也得先顾着四阿哥吧，毕竟四阿哥最年长。本宫得给王爷写封家书，让他勤俭执政，竭尽所能的为大清效力。家书出去前，皇上定会过目，他肯定会明白您和母族的心意的。只要皇上认为御史忠心有用，就不会怠慢我们母子。我还要让王爷请求皇上，让皇子出使御史。若皇上派了四阿哥最好，这样四阿哥就能和御史亲近；若是不派四阿哥，那必定会派5阿哥。若是派了5阿哥，那他就自求多福了。皇上，您梦魇了，怎么了？
方才朕梦到了永成，梦到了朕独自入林遇刺那日，那2支冷箭到底是谁放的？到底是谁要害了朕的性命啊？那件事儿，傅恒大人不都已经仔细查过了吗？没查到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那日是一匹野马引朕入林的，而今日朕才知道，原来永成善于引导野马。皇上怀疑永成啊？这皇位在上，本就难保父子之情。那日凌云彻来救朕之时，明明看到永成骑马在朕之后才入林的，可他为什么没有出声寻朕？这险情一出，他立刻赶出，时机这般凑巧。况且，朕也知道嘉贵妃母子的心思。当初嘉贵妃对后位有多热切，永成对太子之位就有多热切。朕已经派人去查，永成当日的行踪是否如凌云彻所言。若是永成真拿朕的安危来讨朕的欢心，那他就不配做朕的儿子。是。先别想了，明天还得上朝呢，睡吧。啊？来。这回朕要你秘密跑了一趟木兰围场，你事办的怎么样？奴才谨遵皇上吩咐，表面巡防了木兰围场，暗中仔细查访了当年行刺之事。你暗访的事情，没露任何异样吧？没有，奴才细细查访过，当年凌云彻为克嫔娘娘遛马，应是漫无目的的才闯入林内。而当时确实有人看见皇上入林时，四阿哥也紧跟着进去。在这段时间，大概四阿哥去的是皇上的方向，所以皇上一有险情，四阿哥立刻赶出。这林子那么大，永成入林之后未曾出声，是否是在寻找朕，还是等朕涉险再去救人？此事奴才实在不知，只有四阿哥自己才知道啊。那永成马场之事呢？四阿哥的确熟悉野马习性，也喜驯马，常在马场逗留。好，朕知道了。你去传旨，凌云彻护驾有功，封他为御前1等侍卫。这。皇上，傅恒与刘统勋求见，准格尔又生事了。哎，回来啦！啊，回来了。你快把东西放下，跟我出去吃饭。吃什么饭呢？你现在升官了，成了1等侍卫，那可是给咱们长脸的事儿。左邻右舍知道了，都嚷嚷着要喝酒。我在4医园订了几桌，还请了你的旧友和同僚。你快点去露个脸，省得人家说你当了官了就摆架子。是不是过于张扬了呀？这长脸的事儿干嘛不让人家知道啊？我是皇上的近臣，得到赏识自然是好事儿，但是过于张扬，这反而不好了。这人物可都请来了，在那等着了，你去不去？哎呀，你呀！我就问你一句，去不去？换身衣服。快去换。如意，你瞧瞧，嘉贵妃给御史写的家书，里面极尽忠心所言，还要御史一族竭尽所能的效忠朝廷。如今，御史族内回信了，除了请安谢恩，还要朕派皇子去巡视御史。
巡视御史。皇上想好了派哪位皇子去吗？派永成去呢，无疑是让他亲近了御史。这永琪啊，年纪虽小，但行事稳重。朕在考虑是不是让他去。其实宫中皇子就这么几位，难道御史不会想到皇上会派哪位皇子去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猜中了朕会派哪位皇子，然后有所筹谋？正如皇上所言，若派永成前去，自会让他亲近母族，助长外戚势力；若派永琪去，嘉贵妃不喜永琪，御史岂会喜欢？再说山高路远的，永琪要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，皇上可不好怪罪御史，不得不防啊。如意啊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这既然如此，朕就派咸亲王去出巡御史吧。咸亲王见识极明白，就算御史有不轨之举，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是啊，若是御史真敢如此的话，咸亲王也可借机敲他。皇上圣明。前些日子，朕派人在查野马入林之事，这永成的行迹可疑，背后必定少不了嘉贵妃的指点和御史的支持。朕打算让他出宫开府。总之呢，离嘉贵妃越远越好。是。哎，给我。请皇后娘娘安。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，玩吧。永琪呢？放这儿。五阿哥在里边用功呢。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穹庐为室兮毡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长土司。皇额娘，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快起来。皇额娘请坐。你的字写得越来越好看了。皇额娘，昨日皇阿妈召见儿臣了。皇阿玛跟你说准噶尔的事啦？皇娘如何得知的？你方才读的诗是细君公主的《黄鹄歌》，虽未直言边塞事，但句句事关边塞，更是提及了为家国远嫁的公主。儿臣惦念姑母，皇阿玛也是十分思念姑母的，所以儿臣已经向皇阿玛进言，既然达瓦齐不思姻亲之意，如此不逊，那皇阿玛也不必再姑息了。不如为了大清安定，对准噶尔用兵，也请姑母端书长公主还朝，如此也可全皇祖母和姑母的母女之情，皇阿玛跟姑母的兄妹之情。永琪啊，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你皇阿玛也是知道的。以前皇额娘让你韬光养晦，以待来日。如今你的时日来了，要好好珍惜，替你皇阿玛分忧。但是，也得谨慎行事。儿臣明白，儿臣一定谨记皇额娘的教诲。准噶尔达瓦齐藐视朝廷，心存逆反，不愿顺服。朕决议不再姑息，命两路进兵，征讨达瓦齐。是。巴林部亲王熟悉准噶尔，可指挥作战。再命巴林部2000将士参战，早日平定准噶尔之乱。皇上圣明。皇阿玛曾让儿子在兵部学士，如今对准噶尔用兵，儿子居然不知。皇阿玛是不打算用儿子了吗？先别着急，我怎么能不急啊？这2个月来，皇阿玛多番赏赐三哥和五弟及他们的生母，我以额娘无任问津。而且额娘所说御史要求皇子巡视，皇阿玛居然派了咸亲王去，根本没动我和五弟的主意啊！皇上此次安排确实在咱们意料之外。
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永成，不是额娘说你，那日在御苑你也太不小心了。那天你对那些野马亲近，怕是皇上起了疑心了。儿子只是想在皇阿玛面前表现表现，皇阿玛这就对儿子起了疑心了。算了，也许是额娘多虑了。不过咱们此前的安排算是全白费了，只能日后再做打算。对了，永成，王爷那边传来口信，让额娘给你找个福晋，寻门得力的亲事，以作后援。李公公到。奴才给嘉贵妃娘娘请安，给四阿哥请安。啊，李公公怎么来了？皇上有旨，传皇上口谕：四阿哥永成早已成年，命即刻出居宫外府邸，无事不得入宫。额娘，李煜，你可别传错了旨意。这皇子向来都是成婚封爵，给了府邸之后才吩咐的。永成还尚未成婚，为何要搬出宫去？皇上圣意，谁敢质疑？您呐，听奴才宣读完皇上口谕啊。八阿哥永璇即日迁往协芳殿居住，11阿哥永兴年幼，暂留启祥宫悉心教养。此事为何如此仓促？皇上之前从未提起。皇上圣意，嘉贵妃娘娘，您遵旨就是了。奴才告退。额娘，永成啊，咱们是遭人算计了。皇上这是多嫌弃咱们母子。是谁？额娘，是谁在害咱们呀？